嗨，我尊贵的造物主们，我的名字叫浩如，欢迎你们选择我的频道，为自己创造一次探索内心的旅程。今天主题是来自于我亲爱的粉丝投稿，非常感谢你的支持，我看到了你的私信，真的很感动，久久不能忘怀。那么他的投稿是：你真实的性格是什么样呢？那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来选取一组图卡，你可以选择图片，也可以选择数字。那么基于今天的图片放的有点和平常不太一样，所以今天的话呢，你可以大概看一下哈，这是第一组，然后这个是第二组，这个是第二组，然后这个呢是第三组，OK。然后这个呢是第四组，看看哪一组图片会非常的吸引你，想要让你点进去呢？那么你就可以点进去听听看呢。OK， 那么就开始我们今天主题吧。Hello， 第一组来看一下吧。这张啊，摩羯座的能量啊，摩羯座啊，然后你们应该是属于那种很有事业心的类型啊，事业心非常的重，然后对于一些事物的坚持的话呢，也是非常长远的，目光的话可能会非常的长远。但是是否能够抵得住诱惑，那就是另外一个事情了哈，另外一个故事了。在这边看到你们是会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然后目光啊什么的也是会放的比较长远一些啊，看到的是。然后你们可能会和这个双鱼座的人玩得很好，对，双鱼座的人或者说他的群星在双鱼啊什么的这类的人玩得很好，他们的包容度的话可以让你们就是尽情的发挥自己想要去发挥的一切，尤其是在幼年的时候，双鱼座的小伙伴可能会更多一些啊。再然后你们可能会希望找一个非常顾家的一个伴侣啊，然后你们这边可能是会对于一些未知的一些事物会有很强的这种探索欲啊，就是神秘学啊这方面的缘分可能会更重一些，对于一些未知的一些事物都会抱着一种玩乐的心态去探索，这种好奇玩乐这样的心态去探索这种的。然后你们对于一些异地啊或者说是外地啊这方面的一些事物的话，可能会要求更高一些，而且你可能会容易出现说有些人容易出现水土不服，啊什么的这种啊。再然后看到你们的这个，稍等哈。你们的这个工作状态的话呢，可能和人际关系有很大的一个连接啊，在这边星币三呢，所以你们的工作啊，或者说你们的这个收获啊什么的，可能会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是有很强的这种关系的哈。再然后你们这边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最重要的一些点的话呢，可能是来自于一些心态方面的一些调整啊什么的，可能会更重要一些啊，尤其是心态这一块，尤其是当你遇到一些困难阻碍的时候，你这边是否能够快速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态，这一点可能对你们来说更重要一些啊。那么看一下感情当中的一些性格的话，也是会有一些小的一些执着在啊。感情里面的这种性格的话，是有一些执着啊，或者说是会在感情当中也是会稍微有一点搞心态的这种。而且你的这个感情的话呢，可能会来自于和你有一个相同的圈子、相同的工作圈、朋友圈什么的这种人呢。然后你这边的话，你的人际关系可能对你的这个工作事业的影响，还有恋爱呀这方面的影响更大一些。有一些人的话，他们不需要人际关系的，就单纯靠能力就可以去打拼天下，这个不行。这一组的话，你们需要有一定的人际关系、人际方面的一些连接啊什么的，可能对你们来说更重要一些啊。然后继续看一下吧。然后你们在这个事业当中的话呢，你们可能会需要更好的一些助手啊什么的，事业当中可能会需要一些很好的一些助手啊什么的，然后再去追求你们自己想要去追求的道路上面的话，你们自身的心态的调整对你们来说可能是事半功倍啊。这一组不用说，肯定你们这个冥王星12宫的有几个来举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会连接到冥王星12宫，一大堆的冥王星12宫的人啊，跟我连接了之后，他们的运势就会变好。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这一组肯定是有冥王星12宫、土星12宫的人呢。很多，而且这种的话，感觉像是什么呢？感觉像是就是心态方面的调整啊什么的，可能是你们这个人生当中比较大的一些课题啊。再看一下你们的这个
朋友们当中是什么样的人呢？朋友们当中你是属于想法非常多的，非常聪明的，然后一点就通的这个类型啊，非常的聪明，非常的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什么的，一点就通啊什么的，可以利用这把宝剑去挥斩一切出现在你面前的一些阻碍呀什么的，全部都会把它斩断了。而且对于这个剑的应用的话呢，也是会非常的聪明，不会去干一些就比较愚蠢的事情，不会啊。而且的话，你们的这些理解力、表达能力也是非常非常强的这种啊。理解能力最强，就是属于那种一点就通的类型啊。然后看一下你真实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好吧？真实的性格的话，其实这组有点像是那个古王的性格啊，骨头王那个古王 Overlord 的那个古王那种感觉啊。就他表面上看起来就非常的沉稳，但是内在可能会慌得一批这种啊，可能也是会有一些小心谨慎的去试探，还会去更多的注重自己身边朋友们的一些看法啊、想法啊什么的这种啊。再然后这边看到的是，稍等哈，我看一下这边对你们的影响更重一些的是什么哈？工作方面呢？工作方面的话呢，就是工作同事啊，他们的一些看法、观点，还有就是一些连接啊，这种和朋友们之间的连接啊，朋友们的看法啊，你身边人的看法，其实你会比较在意啊，对。会比较在意，然后你这个本身你的性格也是属于那种比较随和的状态啊，非常的随和。你的这个性格的话呢，是属于那种理解力啊什么的非常的强，人缘也很好，想象力也很强，然后非常的亲切，亲和感非常的强，这种就像是一种母性的能量吧，把身边的人都会照顾得很好。这种你可能是操心操的最多的那一个人呢，在一个团队里面的话，费心思费的比较多的一个人呢。这种的话会给你身边人带来很强的安全感的，而且这组的话对于自己的未来的规划也不是说那种大手大脚啊什么的，对于自己未来规划的话也是会想要说那种很有财务方面的一些规划啊什么的这种，但是你是否能够抵得住诱惑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哈，就不再赘述了。再然后看到的是可能会勤俭节约，看到的是这组，目前为止看到是比较勤俭节约的这种，但是会不会破功啊？就一段时间勤俭节约，然后过一段时间会不会破功呢？就不太确定了哈。再然后这边看到的是你真实的性格，其实也是相当靠谱的，这个权衡啊也会很多，考虑也会很多。然后你这边最大的课题就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你的话呢是有点像是一种，就是朋友们里面的一个调节剂，朋友们里面的一个维他命 C， 就是不断的在调节很多朋友们之间的一些关系，可能会听到了太多的一些牢骚，太多的一些就是话语啊什么的，让你觉得有点累啊什么的。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更多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做一些清理啊什么的，可能更重要一些啊这一组。然后看一下这个卡吧。哦，对，我今天不看这个，不看那个星座卡了，今天看奥修禅卡哈。奥修吧，这个卡也是跟了我挺长时间的哈。OK， 看一下你们代表你们的牌是什么？非常喜欢分享的一个人呢，非常喜欢分享，非常富足的人。你们的这个财务状况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非常靠得住的一个人，非常宁静啊。这张靠得住的这两张其实是有相互呼应的哈。然后看一下在这边呢。非常有很强的这种领导力啊什么的这种啊，非常强的领导力。但是当领导的话呢，就像是 Overlord 里面，他古王的话，他想要去当一些领导的话呢，他也是要做很多的一些权衡利弊啊什么的这种啊。再然后空白牌，请问他空到了哪里？稍等，他12宫的能量啊这边，所以他应该是就是在讲你们自己调整心态这一块啊，调整心态这一块可能会更重要一些，对你们来说的话。OK， 那么这一组差不多就到这里了。非常美丽的能量，非常稳定的能量，也是非常聪明的能量。那么感谢观看，记得3连。Hello， 第二组哈，第二组来看一下吧。首先看一下你们的这个牌啊，你们的牌这边呢。你们的性格的话呢，是属于那种比较细腻的一些性格，然后对于自己的这种追求的话呢，也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你们可能会经常考虑身边人的一些想法。对于你们来说，像什么家人啊、朋友啊、亲密关系啊这方面的人，
可能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对你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可能会起到一种很强的暗示这种感觉哦，非常强烈的暗示这种哦。然后你们可能会对于狮子座的话呢，狮子座的一些人事物对你们来说可能就是你们的所有物这种感觉哦，就像是你们的所有物这样。而且你们可能对于狮子座的人的话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安全感哦，或者你们自己就是狮子座也是有可能的哈。而且所以你们就喜欢看我的视频嘛，我就是狮子座嘛，所以就是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吸引吧，就像是我就是你们的所有物一样。就有点像是我是你们的所有物这种啊。然后你们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挑剔的兄弟姐妹，或者说是有一些比较挑剔的一些同学啊什么的，他的一些观点呐什么的，可能都是会比较挑剔这种啊。再然后的话，你们的家人可能还算是比较随和的，看到的是有一个人缘非常好的长辈，家里应该是会有一个人缘非常好的一个人呢。看到的是他的这个人缘交往，还有就是和别人去交流的这个方式的话，对你的影响其实挺大的。看到的是，再然后你这边继续看一下哈，你这边的话呢，可能你和第一组其实很配哦，那种你可能会喜欢那种看起来非常稳定的，看起来那种就是有未来规划的，然后一些事情的耐力啊非常的强，然后对于一些事物的话，他的这种追求的话也是会非常的稳定啊，整个非常平稳这种啊，这种的话可能对你们来说会更有吸引力这种感觉啊。再其次的话呢，你们可能就是交流啊、同学啊这一块的话，可能会成为是你们的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可能会成为你们的课题啊什么的交流啊这一块啊。还有就是这组的话可能要注意不要过度浪费啊，这组可能会出现说喜欢浪费的人，比较容易浪费的人这种啊。再然后看一下你们的这个工作哈，你们的这个工作的话呢，就是你们一旦投入到工作里面去的话，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状态啊，就是在一个工作里面全然的进去这种啊。然后你们的这个性格的话，会更多的体现出非常的讲义气，人缘非常的好，非常的有亲和力。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就可能会背负一大堆的过往这种啊，一大堆的一些过往啊什么的。然后你们的话可能会有很强很强巨蟹座的这种能量哦。巨蟹座的话就是会非常的温和的一个星座，非常的温和，人缘也非常的好，非常的讲义气，可以去中和很多很多的能量，各种各样的能量到巨蟹座这边的时候，都会被它有一种中和的这种感觉啊，就是它螃蟹嘛，螃蟹的这种感觉的话呢，就会有一种愿意去接纳啊，接纳的同时也愿意去照顾好一切这种感觉啊。要么你们群星在巨蟹，要么你们的太阳上升月亮在巨蟹这种啊。然后再看一下吧。然后你们的话，可能有一些人是会更加的向往一些国外的一些事物，或者是异地的一些事物这种啊。还有的话，有些人可能会有很强的这种奉献精神啊什么的这种，而且竞争力，你们工作当中的核心竞争力其实是非常强的这张牌。继续看一下哈，你们真实的性格这边还有一些什么？就掌控、掌握某一项技能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掌握这项技能的话，可能会未来帮你糊口啊、养家糊口啊什么的这种啊。而且这种掌握的话呢，可以就是去很深入的去了解一些什么。当你把这个东西吃透了之后，你可能会换一些新的一些事物这种，所以没有那么强的3分钟热度啊什么的，倒是也没看到啊，就是会比较长久的去一直心里面会心心念念某一些事物。你可能中间会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中间可能会出现中断的情况，可能断上1-2年，但是到最终你还是会把这个东西捡起来，然后把它研究到底，研究透彻这种啊，就是心心念念想这些事情，心里面总会装这些事情这种啊。然后当你们有规律的生活的时候啊，你们的这个生活啊，你们的性格啊，会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发挥啊，非常规律的这种生活，还有就是把自己的技能点发挥在对的地方，就是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在对的地方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感受到很强的这种满足感啊，很强的满足感，就是有一种自己还是很有用的，自己的能力还是 OK 的，自己还是被需要的这种，所以你们是可能会是那种非常被需要的感觉，这方面的需求可能会更大一些啊。就是你可以帮助别人做一些什么，你可以帮到别人，你可以去利用自己的能力为别人带来便利这一块啊，这种感觉已经出现了2次了，2次这种啊。黑暗面是什么？
放不下一些什么事物，放不下什么事物，然后一直就是为一些事情找借口啊。突然想要看黑暗面，你们的黑暗面这边的话，你这边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是什么样子的，明明知道这个人骗了你，或者说明明知道自己遇到了感情骗子，然后还会为这个人找借口，这种。就是会有一些背负非常的多，不会那么容易的斩断太多的一些关系啊什么的这种啊。当你真正的斩断某一些关系的时候，可能就是对这一些关系就彻底绝望了的这种啊，彻底绝望的不行了这种。再然后非常有野心呐，你们在工作当中的野心可能会更大一些啊。工作当中的一些野心，像一些领导者啊、领导力啊什么的，就像是在这张图卡里面所显示的猫咪一样，它是一种很强的领导力在这边呢。所以领导者啊、领导力啊什么的，对你们来说可能更重要一些啊。在这边的话，你们的核心竞争力是非常强大的。我看到的是核心竞争力非常的强，所以你们在工作当中的表现可能会更加的突出。这种啊，看到的是还可以看到一些什么？当你们真正的就是绝望过了之后，反而就是会恢复的很快。当你在某一些关系里面放不下，然后折磨到最后真的绝望了之后啊，那么一下子 emo 几天，然后一下子就会好过来，一下子就会好像是老天在补偿你这种感觉。可能你这边运势啊，或者说一种补偿的这种感觉啊，就是有一种补发你的工资这种感觉，就是补发你的运势这种，补发你的属于你的运势能量什么的。然后你们可能绝望过了之后，你们的运势会蹭往上涨哦，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而且这个绝望的话，并不是你自己就是啊，那既然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作死让自己绝望了，然后我就可以领取幸运了？不是这种的哈，这种只是折磨，这种是自虐，而就是真的你实在没有办法，来自于一些外界的一些能量啊，来自于外界的一些规则啊什么的，可能会促进你的成长哦。然后再看一下。你们财务方面还是不错的，你们的这个性格的话呢，可以为你们的财务积攒有很好的这种感觉，因为你们可能会喜欢那种巨蟹座的不好意思，是摩羯座的那种，就是很想要去累积一些财务啊什么的，或者说是很想要去归纳一些财务啊什么的，或者说是他们的那种稳定性可能会更加的吸引你啊，他们的那种稳定性、安全感可以给你提供很好安全感的这一类人事物的话，都会非常的吸引你。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想要成为那个，就是给自己安全感的那个人，这种感觉哦。非常亲切的能量啊。然后看一下你们的这个什么吧，看一下你们的性格这边还有一些什么，就背负过去太多嘛，背负过去非常的多，然后朋友人缘会非常的好，人缘很好。我看到的是你可能会有一些好朋友，就是围绕着你这种啊，围绕着你啊，推也推不开的这种，就是喜欢围绕你，喜欢待在你身边，玩起来很好看，很好玩这种啊，这种感觉。OK， 那么这一组的话呢，就到这里了，希望有所启发和帮助。最真实的性格呢，再稍微总结一下吧。最真实的性格呢，是属于那种很会照顾别人，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就是背负比较多一些啊。对，优点的话呢，是很有亲和力这种。OK， 那么这一组就到这里了，希望有所启发和帮助，拜拜。Hello， 第三组哈，第三组首先看一下你们的主牌啊，在这边这张牌啊，这张牌，那么代表说你们的太阳上升月亮可能会出现说这个什么白羊座，白羊座这边你们可能会有很强的责任感呢。对于任何的事物的话，你们的责任感是非常强的。然后你们的话呢，表现欲啊什么的，就是在自己，就是你们注意的人或者说是你们在乎的人面前，你们的表现欲可能会更强一些啊，看到的是表现欲啊什么的会比较强一些，然后你们可能会就是比较喜欢那种就非常务实、脚踏实地的性格非常受欢迎的一些人事物，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啊，是非常喜欢这一类的人的。再然后这组比较好玩的是什么呢？比较好玩的是你们可能会把一些金牛座的人啊，金牛座帮你做的一些事啊什么的，就会当做是你们自己的所有物啊，就是尤其是金牛座这一类的，会把他们当做是自己的所有物，或者说你们自己可能会是金牛座这种啊。然后你们的这个
就是财务状况的话呢，可能就是会随着你的性格，你性格的话呢，可能就会在某一个领域丢下一枚种子，然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发芽、长大，然后给你带来很好的幸运这种感觉啊，非常强的这种幸运这种。再然后你们可能是会有一些就是颜值啊什么的，或可能会有一些奥地利赫本的那种颜值啊什么的，然后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话都会非常的脚踏实地踏实那种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了解奥地利赫本的那个生平啊，就是他的生平的话，他这个人是属于那种非常稳定的、隐忍的，对于一些事物的话，他的安排都是非常妥帖的、非常妥善的。就是同期像是玛丽莲梦露啊，还有就是赫本啊，他们两个是同期的两个明星啊。同期的两个明星，因为两个人的性格不同，一个人红颜薄命，一个人的话呢，就是白头偕老，子孙绕膝这种情况啊。所以他们两个的性格完全塑造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啊。所以奥地利赫本的话呢，他的性格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哈。然后他的话是属于那种非常隐忍的这种性格，不会乱搞啊什么的，也不会乱拿什么的。像现在的话，就是比较大众能够接受的玛丽莲梦露去世的这个消息的话，可能就是毒品过量，对。但是奥地利赫本的话，他是一个自律能力非常非常的强，自我的一个定位啊，自知之明啊，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人。他的这个隐忍的能力也是非常非常强的。我之前看过他的自传呢，我也是非常佩服这位女性啊。那个时候他们两个是一样火的，对，他们两个是一样火的。但是呢，赫本她就凭借着自己的性格，让自己拥有了非常完美的一生啊。不像是梦露小姐姐就是红颜薄命嘛。你们这一组的话呢，就像是这种玛丽莲梦露的这种感觉啊。不好意思。我嘴错了，不是玛丽莲梦露这一组，是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赫本呢？和赫本是一个配置的这一组。这个金白羊啊，金白羊里面出了名的就是赫本，然后呢，就是这种性格非常的隐忍，然后非常的自律，很有自知之明，然后也不会轻易的放弃，也不会轻易的膨胀。这一类的性格的话呢，可能对你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或者说你们最终也是会往那个方向去发展的。因为金白羊这个的话呢，他可能会在小的时候经历比较多的一些就是困难嘛，这些困难的话都会成为他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就是非常宝贵的一些财富，可以这么说。尤其是在感情方面，一开始初恋啊什么的这些的话都会成为你过往就是你老了之后你那边最重要的一个财富，这种感觉哦。再然后继续看一下你这边的话可能会有一个给你非常强安全感的家人呢，他给你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有安全感的家人的话呢，他可能会为你的性格这边有很大的这种影响。好像是父亲这边呢，看到的是父亲吗？我也有看到一部分母亲的能量，算了，不纠结这个了，两个都有吧，可能就是他可能是父系，也可能是母系啊，这个我就不去管了。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父系这边呢，就是他们对你们的这个影响可能会非常非常巨大这种啊。再然后的话，你们可能会比较喜欢一个就是非常公平的人，就是非常公正的人，然后他这个三观非常刚的人，对，我都不想说他三观正了，他是属于那种三观非常的刚正的这种人。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法律啊，或者说是一些律师啊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啊什么的，就类似于这种非常公平公正刚正的这种人呢。所以要么就是你们自己可能会去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啊什么的，也是有可能的。还有看到说你们可能就是一些学习到一些什么事物啊什么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快的这种，只不过它会有一些起伏，有的时候特别的快速的在做一些什么，然后过一段时间的话呢松懈一下，再过一段时间的话一直会做，不会像是第二组那样，第二组的话是完全可能会断掉几年再拿起来用，你们不是，你们就是把这个事情断断续续做成为止啊，就是这样的性格。然后再看一下你们的金星啊，这张牌有没有像不像玛丽莲梦露？开玩笑的说法，我觉得它更像是赫本了。这组你们是赫本呢，不是梦露。
梦露是你们的反面教材，你们更像是赫本这种性格，非常的隐忍、坚韧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们的这种隐忍性、坚韧性会更加的加强，甚至你们可能会有一个就是非常非常的想要去照顾狮子座的人，对。就像是我，你们可能会非常的想要照顾我，说，哎呀，浩如，给你3连吧，哎呀，浩如，帮你转发视频吧，哎呀，浩如，我给你点个赞吧，就是这样的，有一种照顾我的心思啊，照顾我的想法，可能会有这样的。就可能会把我当作是小孩子一样对待啊，或者说是当一个小伙伴一样去对待啊什么的，就没有太多的一些差距啊，边界感没有那么多，会更像是一个长辈对于晚辈的关怀啊，可能会这样去对待一些狮子座的人呢。再然后你们可能就是在工作啊这方面的工作当中会更加的注重细节啊、细致化的这些啊，掌握一些事物啊，掌握一些就是技能啊什么的，你可能就会非常钻研的非常的细腻啊，非常的细，可能就是比方说写字的话，这个撇这个捺应该怎么去写会更好看一些，就是这种非常细节性的一些东西，可能会关注更多的这种啊。再然后你们的话可能就是会去我看一下这是什么。我看一下，你们会为自己的伴侣就是料理好很多的这个他的人生啊、他的生活啊、他的起居啊什么的，你可能都会帮他去料理一些啊这种的。然后你可能还会为他提供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或者说是为他提供一个很有安全感的大后方这种啊。然后你的伴侣的话呢，也是会对你的疼爱是非常有很好的这种。如果你这边有一些小伙伴可能会出现说脾气比较冲一些。因为这张牌的守护牌是火星，火星的话脾气会稍微冲一些的，可能会有，但是它火星并不是特别重，好吧？看到了就说一声。如果你们要是这样的话，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个脾气巨好的一个人，真的脾气特别好，人缘也特别好的一个人呢。看到的是，然后看一下你们这边呢。你们心态层面啊什么的需要去疗愈的点也没有什么，没有太多的一些需要去疗愈的一些点了。甚至我觉得你们的话，财务状况的话也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累积的越来越多。这一组可能会出现出护士啊、医生、老师这些啊，护士啊、医生啊、老师啊，还有就是我看一下这是什么，这应该是什么客服吗？有点像是客服啊什么的这种感觉啊，有点像是这个。还有就是会出一些就是像是高中老师啊、小学老师啊这样的感觉啊，这样的感觉，中学、小学老师啊什么的这种感觉。再往高的话，着实还没有看到啊，着实没看到。还有就是你们的这种性格的话呢，就是照顾别人、照顾他人的这种能力非常的强，尤其是将来你们对你们自己的小孩的指导也会非常非常的强啊，这种的。再然后这一组可能会出现说一些原生家庭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如果有的话，就是原生家庭方面的问题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你的年龄慢慢变大了之后，就会迎刃而解，不用担心说原生家庭什么的会不会影响一辈子，不会啊。再然后，看一下哈。你长辈就是一种什么呢？就像是原生家庭啊这一块的话呢，就和他们的一些矛盾是不会影响到你和你小孩之间。我觉得你和你的小孩子这边的话呢，可能会更好一些。对你对于一些晚辈啊什么的这种照顾会更好一些，就是这种的不想让自己所经历的事物，然后再影响到自己的小孩子，这种绝对不会这种啊，看到的是。然后看一下这边。看一下这边呢，你们表现出来的，在朋友们当中表现出来的性格是什么呢？非常的就是刚正啊。这张牌，哇，这张宝剑女王好漂亮啊，不觉得吗？宝剑女王真的好漂亮啊！所以的话，你们在朋友们当中的性格是属于那种会把很多的人连接到一起啊，然后解决问题啊什么的会非常的拿手啊什么的这种啊。而且当下遇到一些什么事情的话，朋友们都会可能会咨询你啊，想要请求你的一些意见啊什么的这种。而且你这边也确实是会给他们非常犀利的一些解答啊这种的，就像是我一样，开玩笑的说法了，可能是你们跟我学的，再次开玩笑。不过这张牌它确实是解决问题的一把好手，非常的厉害。这种它有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有的时候可能会过于刻板，过于刻板，这是它的缺点。
但是他的优点更多，学识非常的渊博。他这种学识的话，也包括和一些人与人之间连接的这种能力啊，什么的，交际呀，还有技术啊这一方面，这些某一方面的学识会非常非常的厉害。这种像是赫本的话呢，他像是演戏啊什么都很厉害这种。再然后你们的长相应该跟那一卦差不多，跟那一卦赫本那一卦差不多。再看一下后面呢，再看一下你们真实的性格是什么样的？真实的性格其实非常的开朗啊，非常的自信，非常的开朗这种的。然后你们真实的性格，当你们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面，可能就会翘起二郎腿，终于到了老娘的主场了，就这种感觉，信心满满这种啊。然后你们真实的性格的话，也是非常的开朗啊，可能就是一个逗逼，开玩笑的说法就可能是一个逗逼啊，私底下这种。OK， 那么看一下，我找一下，在这儿。看一下这个奥修啊，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一组心态很好，心态调整啊什么的，可能你小的时候啊什么，或者比较年轻的时候，必须要经历一些，就是要渡劫的意思。开玩笑的说法就是你渡劫去经历了一些磨难，然后你慢慢成长为那个对的人，这种，或者说慢慢成长为那个更成熟的人，这种意思在里面了。然后控制欲啊，控制欲会稍微有一点了，有一些控制欲。这一组的话，不会有卷头发的吧？头发比较卷，或者说可能会额头比较高一些的。如果有这个的话，你可能需要注意一下控制欲这方面的控制欲啊，这个。再然后看一下这边呢。执着于过去嘛，你这个执着的话，并不是像是那种巨蟹座的能量，非常的会执着过往啊什么的，背负啊，一直心心念念想着过去，不是，你这个完全就是控制欲在作祟，这种控制欲啊什么的会让你背负过去啊。OK， 那么这一组就到这里了，希望有所启发和帮助，拜拜。Hello， 第四组哈，第四组来看一下。这张牌啊，狮子座啊，这一组可能会有太阳上升月亮狮子座啊这种感觉。然后你们的话呢，可能对于处女座你们是处女座的克星，你们的话呢，可能对于处女座啊什么的，就是可以冤家路窄，或者说是一物降一物，不是冤家路窄，就是你们会去影响到这个就是处女座的人的话，可能就拿你没办法这种，你们是可以吃死处女座的这种感觉啊。然后你们的话呢，就是我看一下哈，你们的这个家境的话，其实也还可以。对，家境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就是非常通透的一个人吧，家里面非常通透的一个人。对，他的话呢，对你的影响倒是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呢，他会有一个他的一些影子在你身上，这种非常通透的一些人。然后再看一下哈，这边可能会有这个什么火象的几个星座都在吧，像是什么白羊啊、射手啊这几个火象都在这边。再然后看一下哈，你这边的伴侣的话，你可能会喜欢那种脑洞比较大的人，对，他的脑洞会比较大一些。然后你可能会去找到一个就是条件比你稍微差一些的伴侣，对，差一些的伴侣，然后好给他当大哥，跪下这种感觉。给我跪下这种感觉啊，就开玩笑的说法嘛，就是可以去当一些大哥啊什么的这种，或者说你可能会有一种很想要去照顾别人的这种，就是照顾自己的伴侣这种啊，照顾自己的伴侣。然后这个人的话可能会遇到了你之后，他的状态整个状态都会慢慢好起来这种啊。再然后的话看一下就是你伴侣的一些家境啊什么的应该是如何的啊？我为什么要突然看他的家境啊？我觉得他家境也算是还可以的吧，对，还算是可以的。我没有看到说是特别的大富大贵啊什么的，也确实是有点难。从这里面一张牌里面看是有一点难的。我只是觉得说他应该是会非常愿意配合你的一个人啊，你可能会找到一个。再然后你的性格的话呢，看一下，在对于伴侣来说的话，你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包容度和一个照顾在。只要他认你做大哥的话，你就会愿意照着他这种，来姐姐罩着你这种感觉啊。再然后你这边的话，工作方面你可能会更多的注重一种稳定性，就真的是拿实力说话了，拿硬刚的，拿实力说话的这种，你不会说是那种什么靠人气呀，或者说靠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颜值啊什么的，就有点不 care 不屑这种，还是拿硬本事，拿自己的本事去真正的打拼出一些什么这种感觉啊，看到的是，所以在这边
工作这方面的这种要求追求的话呢，就真的是非常的硬核，非常的硬核的，就是拿自己真实的水平去打出来这种啊。再然后看到的是你们就是情绪方面的话，可能就是调节会更重要一些啊，情绪方面的调节会稍微重要一些这种。再然后你们可能小的时候啊什么的，你们的表达啊、创造啊，你们的这种就是创意啊什么的会更强一些啊。看到的是小的时候啊什么的。再然后这一组应该是会有高等教育啊，出来的高等教育，我觉得有点像是那什么老师啊、教授啊，或者说是这种，或者说是大学老师啊这种啊。所以看你们，它不一定就是有一些行业的话，360行，行行出状元嘛。不是哪一行的话呢，它都会有一些大学的教授的这个位置的，但是你们的这个学识差不多到那个地步了，感觉你们以后的话也会把自己就是提拔到那个位置的，因为你们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个事业方面的要求，事业心还是非常非常重的，就是那种非常硬核的，实打实的来这种。然后再看一下哈，再看一下还有一些什么。非常的聪明啊，非常的聪明，这一组很聪明，然后也很懂得说去做一些什么什么的这种啊，非常的聪明。然后这一组的话，我觉得你们的表达啊什么的也是会非常的清楚的这种啊感觉啊。这种表达的话呢，它可能会更多的倾向于说是把自己的人生、把自己的态度表达出来的能力很强，有点像说唱歌手啊。说唱歌手啊，这两个有说唱歌手的意思，就一种很硬核的去表达自己，而且是技术流那种技术流的说唱歌手什么的，或者说是技术流的想要把自己的态度、把自己的一个观点表达出来的这种非常硬核的表达，这种性格啊，看到的是。所以也有可能是你是画画界的说唱歌手也是可以的啊。就是你这种主要不是说他的唱歌什么的是次要的，主要是那种态度啊，表达自己的态度这种啊，这方面的性格会比较刚一些啊，比较刚，火元素很过度嘛。我是那冬日里的一把火，熊熊燃烧的一把火，就这种感觉哦。然后再看一下哈，然后再看一下你们对于。我觉得你们的这种艺术能力啊、创造能力啊也是很强的，对，艺术创造能力也算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种，而且你们的这种创意的话呢，时不时就会出现一些创意，或者说你的创意会启发到别人，给别人很强的启发，这种感觉啊，看到的是。然后再继续看一下哈，这张牌啊，这张牌的话艺术创造这一块的能量就出来了。我刚刚在说艺术创造来着，这就给我出来了。这张牌的话，它掌管的是命运之轮和新机缘这张牌啊，命运之轮和新机缘这两张。所以的话，它会有一种命运之轮的话，它是会代表到的是那什么嘛？那个叫什么来着？艺术牌嘛。命运之轮它会连接到艺术牌。艺术牌的话呢，就是射手座的一些能量，非常的喜欢那种艺术性的一些东西啊，宗教性的，或者说是一种神秘学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是通过神秘学来激发你们的创意，然后去创造出很多属于你们独特作品这种。再然后它也会代表说那种就是很有态度的去表达自己，哪怕是工作方面的一些态度，哪怕是去写一个字，你都会写得非常有自己的态度，人生观、世界观非常的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这种不会被轻易的被别人带领，就看到什么洞察力啊这方面也很强，然后也很有自信，对于一些自己可以去掌控的这方面，不可以去掌控的这些，都是会有一个自己的认知在里面这种了。然后继续看一下哈，你们在朋友们面前是什么样子的哈？朋友们面前就是一个智者啊，而且你这个智者的话，这种单纯它这里面画的是有一种那个叫什么来着？亚马逊的占卜师叫什么来着？我忘记了，完了。吉普赛，对，吉普赛的那种感觉啊，就这张牌呢，它本身画的会吉普赛的这种感觉。它吉普赛的话，整体来看，它都是会有那种就是很强的那个异域风情啊什么的这种异域风情，还有就是你这边可能会掌握比较多的小众知识，再然后你可能会是属于那种就是在一个团队里面的另类，但是这种另类的话又是非常硬核的那种类型啊，非常硬核的另类可以说。开玩笑的说法的话呢，就是非常有能力的奇葩。开玩笑的说法，这个
但实际上的话，你们的能力确实是受到很多人的尊敬，很多人的认同这种，而且你们的直觉力啊，还有就是你们的这种，这个叫什么来着？洞察力、直觉力非常的强这种哦。再然后看一下你真实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哈。真实的性格就我刚才所说的吧，非常的就是对于自己的一套体系啊、世界观呐、非常的完整。非常完整的一些世界观呐，对于自己的这个认知也是非常清晰的，定位也是非常清晰的，然后什么事情都喜欢实打实的来，非常非常硬核的一组啊，非常让人 respect 的一组吧，算是。然后看一下这个卡吧，勇气，有很强的勇气去征服别人的大脑，这种啊，别人的大脑，我这边看到的是。而且你们狮子座的那种掌控、掌握这方面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专业技能方面的掌控力会非常的强，而且会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性啊，无限的可能性在这边。OK， 那么这一组就到这里了，希望有所启发和帮助，拜拜。